如果你去看巴菲特之前的股东大会，这个90多岁的老头能对着台下几万人不看稿子聊上5个小时，各种段子信手拈来。但你敢信，20岁出头的巴菲特其实是个重度社恐，只要一站上讲台，他就会紧张到双腿发抖，甚至跑到厕所里去干呕。跟女孩子约会，能在大街上走1天，憋不出一句整话。所以他到底是怎么蜕变的？欢迎来到小 A 读书圈，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经成长频道。今天我们继续解读巴菲特唯一认可的官方传记《滚雪球》。上集我们说到，巴菲特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了格雷厄姆教书生涯里给出的唯一一个 A 加。毕业的时候，他跑去跟偶像说：“老师，我愿意免费给您打工。”结果直接就被拒绝了，全班第1名，倒贴钱都不要。格雷厄姆是不是太傲娇了？其实不是，作者在书里提到了当时华尔街的一种潜规则。在20世纪50年代，华尔街对犹太人有着非常严重的职场歧视，很多顶级投行和金融机构明文规定不招犹太人。而格雷厄姆本人就是个犹太裔，他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替别人撑把伞。他在自己的投资公司里定下一条铁规矩，公司仅有的那几个职位必须要留给那些在华尔街找不到工作的犹太青年。而巴菲特呢，显然不是犹太裔，所以格雷厄姆拒绝他不是看扁他的能力，纯粹是为了保护自己族裔的年轻人。巴菲特知道真相后，虽然很失落，但也表示理解。既然华尔街暂时没有他的位置，那能去哪儿呢？只能灰溜溜地收拾行李，回到老家奥马哈呗。不过呢，这个时候的巴菲特对自己的投资水平已经相当自信了。1950年底，他从哥大毕业的时候，存款是9800美元。而到了1951年底，他的净资产已经变成了将近2万美元，一年翻了1倍。这里面的功劳主要就是前面说的重仓压住 Gecko。他兴冲冲地跑去问老爸和恩师，说想全职搞投资。结果这俩人都泼了盆冷水，觉得现在大盘太高，让他再观望几年。但巴菲特没听，甚至跑去银行贷了一笔钱出来，加杠杆买股票。当时他还不满21岁，得靠老爸出面签字担保。霍华德看儿子铁了心，只好把他塞进自己的股票经纪公司，当起了股票推销员。那按理说，带着哥大 A 加光环，脑子里装满了格雷厄姆的检验地儿秘籍，回老家卖股票，那还不是降维打击？没想到刚出场就被教做人了。巴菲特尴尬地发现自己根本卖不出去股票，一开始他就只敢找身边的熟人下手。他给自己的姑妈 Alice 打电话，成功卖出去了100股 Gecko。接着他又疯狂安利给大学室友和朋友。那他为什么非要这么死磕 Gecko 呢？因为他心里算过一笔账，只要买下这家公司1/1000的股份，等未来公司市值到了10亿美元，他就是百万富翁了。所以朋友不买的份额，他就想办法自己掏钱买。但当他走出这个熟人圈，试图去开拓大客户时，却碰了一鼻子灰。奥马哈的那些银行家、农场主还有啤酒厂老板根本没把这个21岁的毛头小子当回事儿。为啥呢？因为那时候卖股票靠的是人情世故，经纪人得陪客户打高尔夫、参加聚会，把人哄高兴了才下单，大家买的是个信任。但巴菲特呢，像个机器人，他穿着不合身的旧西装，头发乱糟糟的，说话语速极快，也不敢看客户的眼睛。他每天翻目的手册，找出跌破净资产的便宜公司，就跑去敲客户的门，屁股一坐下来，连句客套话都没有，直接开始背数据。先生，这家公司的市盈率只有3倍，流动资产减去总负债还有每股10美元，现在的股价才5美元，安全边际很高。你听听，客户听的是不是只想打瞌睡？甚至有人当面笑他是书呆子。要是客户稍微提出点质疑，他就会马上用一堆财务数据去怼人家，把气氛搞得很僵。而且慢慢的，巴菲特发现自己其实讨厌这份工作，他不愿意把那些自己都不看好的股票推销给别人。他看透了一个问题，推销员赚的是客户的交易佣金，这跟客户的利益是冲突的。他真正想做的是帮大家管钱，而不是求大家买股。可当时的奥马哈并没有这种业务。那职场上碰壁，情场上他更是惨不忍睹。在跟女孩子交往这方面，当时的巴菲特基本像个痴呆。他心里其实特别想谈恋爱，可只要单独跟女孩子待在一起就手足无措。为了掩饰紧张，他会把自己变成一台说话机器，一见面就开始给人家讲宏观经济，讲政治局势，讲哪只股票潜力大。等这些话题聊完了，就只会支支吾吾了，贼尴尬。
但你想啊，哪个正常的女孩愿意在浪漫的约会里听你一直聊格雷厄姆和安全边际呢？所以那段时间，他就算好不容易约到女生出来见一面，也就没下文了。更要命的是，他对上台这件事儿有种近乎生理性的恐惧。他跟作者说，那时候我只要被叫上去讲话，我就会紧张到当场呕吐。这时候的巴菲特陷入了严重的自我怀疑，他意识到一个问题：如果我不能把脑子里的想法表达出来，不能让别人喜欢我、信任我，那我算再多的财务报表、分析能力再强，也发挥不了作用。那痛定思痛，巴菲特决定必须要把这块短板补上。他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戴尔·卡耐基公开演讲课。其实早在他去纽约之前，他就报过一次这个班，但当时交完钱，临上课前一天他怂了，跑去银行把支票挂失，当了逃兵。这一次，他下定决心不能再退缩了，直接揣了$100现金，跑到奥马哈的课堂上，找到讲师沃里，把现金直接拍在桌上，跟人家说：“沃里，在我改变主意之前，你赶紧把钱拿走。”这个状态简直像戒赌一样，把退路彻底堵死。而事实证明，卡耐基的课堂对巴菲特来说确实也是个大型社死现场。老师根本不教你怎么发音、怎么摆姿势，而是用一种粗暴的方法强制撕碎你的面子。上课第一天，老师就让所有人站到桌子上大喊大叫，像个疯子一样挥舞手臂。巴菲特打小就是个闷葫芦，被逼着站到桌子上的那一刻，他的脸红得像个熟透的番茄，恨不得当场抠个地缝钻进去。但老师偏不放过他，逼着他当众讲自己人生中最丢脸、最尴尬的故事。在一次次的强制脱敏下，巴菲特居然慢慢放开了。他发现，原来当众出丑，天也不会掉下来哈。他开始学着讲故事，学着用自嘲去化解尴尬，学着顾及听众的情绪。这套课程可以说是打通了巴菲特沟通的任督二脉。他后来经常跟年轻人说，硬技能决定了你的下限，它能保证你有口饭吃，但软技能决定了你的上限。如果你能学会有效的沟通，你的个人价值会立刻提升50%。其实我以前也是个社恐，只喜欢用文字表达东西，后来逼着自己拍视频讲话，沟通能力就越来越好了。所以软技能是真的可以靠后天培养的，大家都可以逼着自己多去试一试。这$100的报名费也被巴菲特称作是人生中最划算的一笔投资。直到今天，他的办公室墙上没有挂哥大的学位证，唯一裱起来的就是那张戴尔·卡耐基培训班的结业证书。从培训班毕业后，巴菲特就像脱胎换骨了一样，再去推销股票，绝对不会一上来就念枯燥的财务数据了。他会先跟客户聊聊家常，问问农场今年的收成和最近的天气。等距离拉近了，他再用大白话把复杂的投资逻辑翻译给人家听。他会说：“您看啊，这就好比您花50块钱买了一张里面存着100块钱的银行卡，这买卖划算不？”客户一听，秒懂。很快，巴菲特的股票推销业绩就肉眼可见地涨了上来。不过呢，他花这么大心思学沟通，可不全是为了卖股票，他心里还有一个目标呢。21岁的巴菲特看上了一个叫苏珊的女孩，她是奥马哈当地出了名的白富美，性格阳光，情商极高，走到哪儿都能把大伙照顾得妥妥帖帖。对于从小缺乏家庭温暖的巴菲特来说，苏珊就是他生命里的白月光，是他做梦都想娶回家的完美女孩。但尴尬的是，人家当时压根没正眼瞧过这个满脑子只有股票的邋遢男。更要命的是，苏珊当时已经有个又高又帅的男朋友了。那换做一般人，看到这个情况估计就打退堂鼓了。但巴菲特不是一般人。下集我们就来看看他是怎么凭一己之力从别人手里抢走白富美的。